2天内，俄军损失3架直升机，海马斯再次出动，精准打击俄军第810旅指挥所。朝鲜人耳战术失败，逃离库尔斯克主战区，绕过红军村，顿涅茨克新趋势。克里米亚成为俄军噩梦，乌军打击关键动脉。乌克兰在波兰建厂，波兰秘密为乌军生产武器。法塔赫360导弹与阿尔曼防空系统正在运往俄罗斯。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俄罗斯米8直升机被击落，又迎来后续。乌克兰国防情报局1月2日证实，乌军无人艇在克里米亚击落2架米8，导致16名俄军机组人员遇难，1架卡27PS 直升机受损。不过该机幸运返回。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称，这是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俄军第一次失去那么多机组人员。除了这2架米8被击落之外，俄罗斯防空系统还在1月1日击落了1架自家的米格28，机组人员死亡。2天内，俄军损失3架直升机，也算是暴露自家军队的真实作战能力。战场之上，海马斯再次出动，打击俄军第810旅指挥所。库尔斯克方向或许是美国加大援乌力度，海马斯近期的出击频率很高。1月2日，乌军使用海马斯袭击距离前线42公里的伊万诺夫斯克耶，一座建筑物受损，数辆军车被摧毁。就目前的消息来看，该建筑是俄军第810海军步兵旅的指挥所，遇袭时正在举行颁奖典礼，结果被一锅端了。这是俄军第810旅在10天内遭受的第3次打击。2024年12月25日，乌军发射导弹击中利戈夫第810旅指挥所，消灭数十名俄军指挥官。2024年12月31日，俄军第810旅在利戈夫的设施再次被炸，造成8死22伤。按照这种情况来看，俄军第810旅、第155旅这些已经多次重建的部队，估计又要被打没了。福布斯之前也曾报道过，拥有2500名士兵的俄军第810旅很可能已经被摧毁，第155旅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前线方向，库尔斯克战线并没有发生变化，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朝鲜人耳战术的确没用。之前火力军聊过，朝鲜士兵对付无人机的办法，就是1名士兵当诱饵，分散无人机的注意力。另外2名士兵则使用轻武器将其击落，事实证明战术无效。除此之外，俄军对朝鲜士兵也是抱怨已久。乌军之前爆料，俄罗斯战俘抱怨朝鲜士兵鲁莽、缺乏纪律和专业，还会时不时地误杀几名俄军士兵。战力弱又无法融入俄军，俄罗斯指挥部便将朝鲜士兵调离库尔斯克主战线。乌克兰情报局在1月2日报告称，朝鲜士兵已经转移至苏贾东南部的乌拉诺克与法纳西耶夫卡。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向扎帕德内与德沃里奇纳附近发动地面攻击，但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被乌军阿喀琉斯无人机部队摧毁了1辆 T72 坦克与2辆 BMP2 步战车，另外还有1辆 T72、4辆 BMP2 以及1辆 MTLB 受损。恰索菲尔方向，俄军对耐火材料厂的乌军阵地进行了滑翔炸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为地面攻击做准备，并使用烟雾弹来掩盖地面攻势。不过很明显，这些准备没什么用。第24机械旅的士兵使用无人机在恰索菲尔附近消灭了7辆战车，其中包括4辆 T62 和3辆 BMP2。托列茨克方向，近期的地理定位图像显示，俄军对西北部与西部地区进行小规模的机械化突击。根据战争研究所的评估，俄军已经占据了该地区大约65%的定居点。红军村方向，俄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是新瓦西尼夫卡，目的已经很明显了，不主动进攻，而是包围红军村。这点火力军之前也提到过。红军村太大，防御工事也足够坚固，加上俄军缺乏攻坚武器，想要绕过红军村也很正常。霍尔蒂察作战战略部队发言人维克多·博雷古波夫少校也证实了这件事。不过，俄军选择进攻新瓦西尼夫卡，也遭到乌军强有力的打击。乌军第153旅使用 FPV 无人机成功摧毁俄坦克，该旅在2023年12月才成立，属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最新单位之一，不过其作战能力并不差。库拉霍沃方向有消息称，俄军已经占据西部的火力发电厂，不过战争研究所表示，并没有观察到这些说法的证据，估计又是俄罗斯媒体放出来的假消息。根据战线来看，俄军仅占据80%的地区，并且推进难度很高。在库拉霍沃方向行动的乌克兰旅发言人称，在2024年10月和11月战车损失惨重之后，俄军就减少了装甲车的使用频率，并不断投入预备役，包括仅接受少量训练的新兵，能活下来就是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这种做法也就代表着进攻力度不大，
损失却进一步增多，也无法进一步推进。南部战线，俄军最近开始在扎波罗热西部发起进攻。有消息称，俄军第70摩步团的成员在比洛西里亚市中心升起了一面旗帜，但随后撤退到之前的阵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概是俄军已经发现乌军部署的防线，不想在扎波罗热方向展开大规模进攻，只能以小股部队骚扰的模式攻击乌军阵地。赫尔松方向，俄军继续向第聂伯河三角洲的岛屿进行自杀式攻击。俄军士兵之前的反抗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毕竟还有督战组。克里米亚方向，乌军正在攻击俄罗斯的关键动脉，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将经常看到乌军在克里米亚的战果。根据当前的情况来看，乌军正在破坏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后勤路线，无人艇击落米巴只是一个开始。乌克兰海军发言人德米特罗·普列滕丘克表示，乌军正在截断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可持续物流，包括破坏科什大桥上的铁路，以及运输铁路车厢和油罐车的渡轮。俄军最初认为占领克里米亚可以为前线部队提供战略优势，但事实恰恰相反，克里米亚反而成为俄军的主要弱点。其北部入口有2个，分别是琼加尔和皮里科普，东部入口则是科什大桥，这3者都容易被切断。俄军只能通过空运或者海运的方式向克里米亚运送物资。不过从渡轮遇袭与米巴被击落来看，俄军这样做的危险程度很高，可以说现在的克里米亚就是一个无底洞。俄军想要保住它，就只能一直冒着巨大风险向其提供支援。这或许就是乌军想要拿下克里米亚却没有动手的原因。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乌军一直在为夺取克里米亚做准备，比如打击科什大桥、夺取钻井平台，并派遣特种部队执行登陆作战。最近却没了消息。围而不攻可以最大程度上消耗俄军的有生力量，乌军这下算是打在俄军大动脉上了。乌俄战场之外，波兰秘密为乌克兰维修和生产武器。最近这段时间，波兰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很强，不仅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还被爆出一直秘密支援乌克兰。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波兰与乌克兰一直在武器弹药生产问题上有合作，只是之前一直没有曝光。根据波兰外交官的说法，波兰与乌克兰之间的合作包括无人机的生产、坦克维修以及高科技领域的开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甚至都已经在波兰建厂，但具体细节问题，波兰外交官并没有提及。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之前聊到乌克兰军工企业时，总会担心会不会被俄军袭击，通过在国外建厂的方式，就可以规避被俄军袭击的问题。重点是，与乌克兰展开类似合作的国家不止波兰，这些合资企业也可以建立在捷克、德国、法国。在乌克兰盟友国家中，也有很多武器制造商已经成为乌克兰军工的联合创始人。乌克兰背后有北约，俄罗斯也找了几个队友，比如朝鲜、伊朗。有消息称，伊朗的法塔赫360导弹与阿尔曼防空系统正在运往俄罗斯。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一些照片，按照伊朗媒体的话来说，这是伊朗在安扎利港向俄罗斯运送法塔赫360导弹以及阿尔曼防空系统时拍摄的。目前并不确定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但安扎利港面向里海，我们并不能排除这些武器进入俄罗斯的可能。俄罗斯与伊朗可能会在1月中旬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国防和军事技术条款。俄罗斯消息报在2024年12月26日就报道，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将于1月17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根据之前爆出的消息来看，该协议可能包括俄罗斯向伊朗提供苏35导弹和军用卫星生产的技术转让，以及 S-400等先进防御系统。不排除俄罗斯又在协议中加了一些东西，或者是从伊朗购买一些武器，毕竟俄军是真的很缺。阿尔曼防空系统可以在最远120公里的射程，最高达27公里的高度与空中目标交战，可以补充俄军防空系统的短缺。法塔赫360导弹的最大射程120公里，飞行速度4马赫，打击精度大约为30米。虽然射程短了一点，精度差了一点，但能弥补俄军缺少短程弹道导弹的问题。当然，除了用于乌俄战场之外，也不排除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只是想在卡普斯京亚尔靶场测试阿尔曼防空系统。结果到底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此前已分析过，自俄罗斯不再通过乌克兰向欧洲供气后对欧洲国家的影响，今天则重点讲述一下这件事对俄罗斯自身的影响。早在乌俄开战之初，俄罗斯就曾试图用能源手段来影响欧洲，迫使其停止援助乌克兰。但3年来这个效果并不佳，欧盟仍在加大力度提供军援，反倒是俄罗斯开始自食恶果了。
2023年，俄罗斯天然气销售额急剧下降，致使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亏损了6290亿卢布。到去年年底，通过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向欧洲出口的俄罗斯天然气量下降了78%。而在失去乌克兰的过境协议后，俄罗斯可以向欧洲运输天然气的渠道只剩下土耳其西管道，因此有媒体预测，这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俄罗斯的收入进一步下降，预计每年损失52亿欧元。对俄罗斯来说，这已经不是损失52亿欧元的事情，更代表着俄罗斯能源在欧洲市场份额的进一步萎缩。而且，俄罗斯不仅会失去更多市场，还让欧洲众多国家不再忌惮能源要挟，可以放心大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例如，俄罗斯通过影子舰队向欧洲运输石油、天然气等行动，将面临欧洲国家的更多制裁。而在欧盟抛弃俄罗斯能源之后，俄罗斯的预算收入将进一步减少。蝴蝶效应之下，随着特朗普即将上台，并计划加大美国石油、天然气开采，俄罗斯将再次面临压力。战争还要持续，收入却再次减少，这带来的连锁反应可能刚刚开始。据 RBC 乌克兰报道，乌军自制的低成本遥控武器战系统代号为 Volley， 现已正式投入部署，其整体由一挺轻机枪和 AI 系统组成，可按需选择 7.62 或者 12.7 毫米机枪，并配备有先进的热成像仪，且能自主供弹，整重30公斤，只需1名士兵就能快速携带安装，最大射程1000米，可在100米外进行遥控操作，并可连续操作5天不断电，有利于前线部队快速运输及部署，给予俄军出其不意的突袭。此外，据乌克兰国防快报报道，乌军近期还测试了一款高速拦截型无人机，该无人机由德国研发，其时速高达300公里，能有效打击20公里内的目标。且这款无人机并非装载传统炸药，而是以撞击方式取代传统爆裂物，借此可大幅提升作战效率与机动性。未来还将进一步整合自动导引系统，强化其精准打击能力。据 BBC 报道，俄罗斯海军数艘舰艇于前几日驶入英吉利海峡，一度逼近英国沿岸地带。对此，英国皇家海军紧急号召士兵出海，连续执行了5天的监视任务。除人员监视外，由于海域能见度不佳，英国皇家海军还派出萨默塞特号，借助其搭载的先进传感系统，并出动舰载梅林预警直升机来对俄罗斯舰艇实施全程监视。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俄罗斯舰艇第一次穿越英吉利海峡了。此前，俄罗斯还派出装备有锆石导弹的舰艇在这里举行了军演。由于锆石导弹的打击距离为900公里，能够轻松瞄准到英法两国任何目标，因此俄罗斯的目的很明显，大概率就是为了震慑英法两国。但同一种招数用这么久，如今又再次故技重施，只能说俄罗斯似乎真的黔驴技穷了。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此前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杰尼斯·曼图罗夫表示，俄罗斯军工业2024年的生产计划大部分已经完成，有些计划甚至大幅度超额完成。例如，军用飞机和装甲车的产量增加了1.5倍，轻型装甲车的产量增加了3倍，某些类型的火炮产量则增加了14倍以上。火力军认为俄罗斯上述产能过于虚假，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数据皆由俄罗斯自身提供，不具备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军工业的产能注水严重，例如装甲车辆，其并不是全新制造的，而是利用退役库存翻新而成。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坦克制造厂乌拉尔车辆厂新闻处宣称，该公司完成了俄罗斯国防部的合同，为其翻新和生产了T90M、T72B3M 主战坦克，此外还生产了一些 BMPT 终结者坦克支援战车的零部件。有分析人士指出，乌拉尔车辆厂现在的年产能，如果是翻新生产的话，大约能产出400辆 T72B3M 主战坦克；如果是全新生产的话，大约能产出120辆到160辆 T90M 主战坦克。当然，俄罗斯还有一些其他工业也在从事相关工作，以更快翻新和生产装甲车辆、自行火炮等。不过，随着俄罗斯储存的退役装甲车辆正在迅速耗尽，很可能在今年苏联留给俄罗斯的这些特殊遗产将被消耗一空。
实际上，现在还剩下的那些退役装甲车辆库存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无法修复，能够修复的早就优先被送上了翻新生产线。至于那些全新制造的俄罗斯武器，则传来一条有趣的消息：乌克兰专家研究了可以获得的俄罗斯武器装备，发现在全部4231个零部件中，只有22个零部件是俄罗斯制造的。绝大部分零部件来自进口，其中有3073个来自美国。虽然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但俄罗斯的电子工业一向就很薄弱。克里姆林宫战前就宣称要在国内建立相关的替代产业，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取得有效进展，或者干脆说一开始就失败了。不过，在机械制造等方面，俄罗斯依然有一定的优势，最起码能够做到大部分自己。当然，在高端工业机床等方面，俄罗斯仍然依赖于欧美国家。除了俄罗斯军工业自产外，俄罗斯国防部也在绕开制裁，试图从其他国家获得所需装备，尤其是电子战装备。但截至目前，前线俄军配发的电子战装备主要是民用产品，这也是改进后的乌克兰无人机能对抗俄军电子干扰的主要原因。据罗马尼亚防务网站报道，前线俄军对配发的电子战装备十分不满，原因是其质量很差，很多零部件本身就不合格，装配水平也不好，难以在野战环境下长期使用，无法确保对乌军 FPV 无人机形成有效干扰。其实对俄军来说，有的用就不错了，总比没有好。即便如此，很多还是俄罗斯民间组织捐赠的，而不是俄军配发的。进口的民用电子战干扰设备再差，也比俄罗斯自产同类设备要强，而且数量也更多。要知道，同类的俄军电子战设备寿命只有几十个小时，根本不需要乌军打，自己就会烧掉电路板。据英国《太阳报》报道，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在莫斯科公寓中突发疾病，一度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状况，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治疗。经过抢救后，阿萨德的病情已得到了稳定。需要注意的是，该媒体怀疑阿萨德生病是人为因素影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处境已不容乐观。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此事，该消息未经证实。此前，英国另外的几家大报，如《金融时报》和《每日电讯报》等，还先后披露了阿萨德妻子阿斯玛要与其离婚，并且病重的消息。而阿斯玛恰恰就是英国人。报道同时透露，阿萨德前往莫斯科时携带了20亿美元，俄方随后替阿萨德辟谣，但阿萨德抵达莫斯科是事实，且他本人从未公开露面，因此外界的怀疑不无道理。在他公开露面之前，这些消息恐怕还会持续被报道出来。此外，阿萨德亲属在黎巴嫩被逮捕。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阿萨德的堂兄弟杜里德、他的妻子拉莎和女儿沙姆斯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机场被抓获。当时他们正试图携带伪造的护照乘飞机前往埃及，但被黎巴嫩方面发现，随后就将其拘留。与此同时，在叙利亚国内，阿萨德时期的一些军官也陆续被抓获。据悉，叙利亚前政府军的高级将领哈桑·易普拉辛被安全部队逮捕，且在不久前，大批逃往伊拉克和黎巴嫩境内的阿萨德士兵们也被陆续遣返回了叙利亚。根据媒体报道，西班牙海军近期发布了舰队2050建军计划文件，列举了包括筹获新舰艇、升级现役舰艇、采购各式装备等18个项目。首先是筹获新舰艇方面，这也是西班牙此次计划的主要项目。根据文件，从2027年起，西班牙将建造8艘近岸巡逻舰；2028年起筹获7艘气垫登陆艇；2029年起增购2艘 S80型第二批次柴电潜艇，将同型舰水下战力规模增至6艘。2031年起，新建1艘新型油弹补给舰和6艘猎雷舰，同时还计划筹获6艘由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合作的欧洲巡逻舰计划新舰。2033年起，增购2艘新时代 F110型巡防舰，届时将加入已订购并陆续动工的5艘同型舰阵容。此外，还将采购2艘新一代直升机船坞登陆舰，以增强其两栖投射战力。其次是升级现役潜艇方面，西班牙计划对 F100型神盾巡防舰以及胡安卡洛斯1世号展开中期研售与性能提升，以进一步提升现代化战力。最后是采购各式装备，西班牙将根据具体的国防预算采购新型海测船、海洋研究船以及其他军备，以完善整体的战力水平。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伊朗会向俄罗斯提供法塔赫360与阿尔曼反攻系统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